所以薛凯琪，你是一直都很顺遂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没有吧？我看你一出道就红了。但是也有。你不是一开始演电影就入围了对最佳新人这些奖？对就是你出上电影就立刻爆红，然后演电影也得奖，对，没有什么低很潮。顺利的。有低潮，你也没有没东西吃啊。但我家也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我爸爸也是以前是没有钱的，然后他也是靠自己工作，然后那时候家里就很困难，然后我就老喜欢许愿，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是能帮到家里的忙，然后就做了艺人了。那时候家里有一段时间也是穷的，然后因为小时候你知道家里穷，但你很小，你不懂，可能一家人只有可能1000块或者几百块能现金来用，然后我爸爸就说你拿去吧，然后我记得他们讲的话，但那时候你就没有感觉，谢谢，很开心的出去了。然后出去的时候，我听见我妈妈在说我爸爸干嘛给他这么多那个现金，然后我爸爸就跟他妈妈说，我有想过。我们还没有要哭，你自己什么点？什么点？你怎么了？他自己想到了，他自己就都给他。没有，可以忍住了，不用过来，不用出去吗？不用过去。谢谢。所以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吗？可以的。然后没有是开心的，因为他人很好嘛，他觉得就是成年人的什么问题顾虑不应该给小朋友的。他现在这么年轻，你就让他单纯的就是出去玩这样子。所以你在演唱会也很容易会落泪吗？对，你会不会一出场然后看到很多人举着荧光棒，你就开始大哭？你一出场看到没有人才会看。没有，重点是我的问题是演唱会，你总会想要就是感谢他们，然后讲一些就是心底话，但是一讲感动的我就哭，但哭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我有鼻子过敏，我一哭我就有鼻涕啊，所以就很麻烦。唱歌的时候就会流下来的那种。对，就会流下来，然后对，很麻烦。就我拍戏，我试过，就是那场戏我哭，然后有鼻涕，但那场戏我感情特别好，我不想要卡，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太恶心，我就看对不对？我说爸爸怎么会？你用爸爸的袖子擦掉。一定没事的，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真的那个演员有发现你在擦鼻涕吗？我管他。对。我管他，那一场戏我感情来了，我不管。所以你是只要一哭就会流鼻涕的人吗？对。所以那个演员如果接下来他要演说爸爸不哭，爸爸不哭，然后擦，然后这边就会是薛凯琪的鼻涕。薛凯琪其实演过一些角色是虽然被认为表现得很深刻，其实他演出的当时本人是在痛苦当中。对。所以你有演过抑郁的角色，然后自己刚好就在抑郁症里面的。抑郁的时候反而不是演抑郁症的角色，就是还要演别的角色。有，那时候我还没发现我自己是抑郁症，然后有一个导演就跟我说，我想要找你演一个疯子。是哪一种类型的疯子？真是有精神病。就是一刹那就笑，一刹那就哭，然后打男朋友，然后打完之后说对不起，其实我是爱你的。然后因为机器有的时候有意外嘛，然后就说咔，然后要再笑要再哭，然后我都可以立刻笑哭。请问在那个状态中去演这样的角色，是会让病情更糟糕还是？不会，很舒服，因为你平常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有病，我要控制嘛。那个戏的时候，我又可以发脾气，我又可以哭，我又可以笑，所以他就是刚刚符合我这个情绪，然后觉得好舒服，我终于就可以出去干活，然后做自己这样子，对。所以你有后来去察觉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得到抑郁症吗？我有察觉到，就是第一就是可能家里父母是有分开，然后也。当那时候认识了一个不太好的男生，但我觉得重点不是放在男生的，他只是一个，就是本身已经有着火了，再滴一点油上去，就是我觉得是家庭。然后，但很多访问问我，我都会说，其实不关我爸妈的事，都是关于我自己。
因为人家可能婚姻出了些问题，或者是闹情绪了，那你就要生病嘛。因为那时候我很依赖别人让我开心，我一定要一个很好的父母我才开心，我一定要好男朋友才开心。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病啊，所以我现在回想到我都是在怪自己，去依赖别人。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强的人，就是无论有多糟的状况，我都是开心的，因为我希望我不是靠别人去给我快乐，我自己先快乐，然后我把快乐带给别人，这样子。对，所以你现在变成是一个没有办法打倒你的人。没办法，就是我请我的新助理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很乐观正面的人？他说是。然后当然你工作上有很多很糟糕的东西会发生。然后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很正面？他说你过于正面了。对，现在是没办法，就是让我就觉得很不开心。所以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会值得你抱怨。抱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呢，承蒙2位来宾很慷慨，让我们拍他们的生活的状态，然后当中凯琪让我们拍到他的工作状态，所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吧。好，那今天我就来到湛江，然后唱歌，然后唱完歌就回到酒店了。从香港去湛江就很怕饿，我就很怕饿，那所以你看，有饼干啊，有香肠啊，坚果。有薯片，然后就吃。隔几天之后呢，我又要去唱歌，那所以就我带了一本歌词书，你看字是不是很美？那所以我做一些功课，然后回来的路上，因为我很怕冷，表演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但你看，我表演的时候我都穿秋裤，是不是很酷啊？因为秋裤，我现在都有啊，哇，卷上去是不是？因为昨天本来已经有点病了，然后今天起来就是完全没办法讲，然后就进来了医院，然后刚才打了一针开嗓的针，明天就可以见到，是明天吗？后天就可以见到王菊了，所以虽然他在生病，还是好开心的哦。来见王菊之前就帮我的服装品牌拍我们下个系列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今天帮我的牌子拍完我们的新系列，我就立刻去北京，就来见王菊了。哎，你是不是有很严重的工作狂啊？是因为我独女嘛，就养家。第一养家，第二我就觉得说有工作，任何上天给我的东西都是，就是我都不会推耶。刚刚那影片会给王菊很大压力吧？就是有一个生病的人就说：“我可以见到王菊。”好开心哦！没有真心的，因为就你有看见我，真是很开心，想要见你们，就可以见王菊了。他就是随时都很乐观，让我就是一直不是很懂。可是王菊，你在要见他的前几天有这么开心吗？我就今天早上比较兴奋，前几天都是我姐姐比较兴奋。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类似于小朋友妈妈说，后天就去迪士尼了，我后天就可以去迪士尼了。
你美一点都不妮上兴奋，对不对？没有，我是开心的。你看起来完全不开心哎。不是，我开是心的。不是开心的。我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我还很激动。你们可以不要逼来宾说他很兴奋吗？就大家做自己就好了，不要再烦人家了。好，我们请那个星辰揭开刚刚那个我们的5条纸板上的第2条。一不小心就被说塑料姐妹情，我该怎么办？所以女生为了证明姐妹情，有必要就是在医院的时候还要说我很开心可以见到她。如果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姐妹淘，应该就不需要表现出这么兴奋的样子。所以你又在栽赃他们不是吗？不是因为要是我过几天要遇到范晓萱，我也不会说我看到她了，好高兴哦。没有，因为其实录完那个节目之后，我们一直想要约，无论是工作，可以一起录一个节目，或者是吃顿饭，就是没有机会，所以咱们是1年没有见过了。对，1年没见面。对对对对，节目结束就没有见过。女生是不是很怕被人家讲是不是真心的姐妹？我无所谓。王菊无所谓，我无所谓。你也无所谓，我觉得就自己知道就好了，不用管别人。对，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是做艺人，感觉好多事情是做给别人看的。你需要展示给别人看，你好像跟他关系很好。我不太喜欢刻意去做给别人看，就是被别人讲说我们关系好或者不好，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自己知道就好。好，这5条当中的第3条，星辰让我看一下。好，当艺人这件事情不小心就有后浪赶上来了，要另辟蹊径嘛，所以现在很流行讲斜杠这件事情。像刚刚影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凯琪送你的，对，跟送我的，就是他的品牌的，这是最新一季的嘛。对对，所以你做这个副业是有在担心演艺事业不能走太久才做这个副业的吗？他走很久，为什么还会担心这件事？就是有一天我跟自己说，我什么都做过了，然后我是一个一定要呈现我自己梦想的一个人，然后我现在跟我自己发誓，就是我每半年我都会做一件新的事。哇，比如说上1年就是要跟我妈妈沟通的好一点，对，然后有1年我就说我什么样都好了，但我记起来我3、4岁的时候我很喜欢画画，我承诺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服装品牌，所以那1年我就许了个愿，就跟上天说，哎，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我想要就是承诺我自己小时候的愿，然后隔了大概3个月，我就有个朋友打来说你要跟我一起弄一个服装品牌嘛，然后他专门做比较生硬的那一块，然后我就做设计的那一块，有这么巧吗？然后就成功的一直经营到现在。对，很成功。本来是女装而已，然后很多朋友都支持，然后现在有男装了，对，然后系列弄得更大，然后我们下一个系列会在那个法国的 showroom 去卖。哦，对，所以你现在退出演艺圈也 OK 啊。我不想。干嘛叫来宾没事所以说退出演艺？他的副业经营很成功，就不用担心演艺事业这一块了。对，刚刚凯琪有讲说跟妈妈沟通的比较好，所以我就在想你们3个人是不是都为了选择人生方向跟妈妈顶过嘴？就是王菊，你有跟妈妈有跟你威胁过你说你如果怎么样，她就要断绝母女？对，因为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专业学的是艺术教育，然后对口的应该是去做老师。但是呢，我妈妈本来就有老师，所以我就不喜欢学校这个地方。然后我当时想的是去做化妆师，所以我偷偷就找了一所化妆学校。为什么会想要去做化妆？因为我喜欢化妆。可是你会画出来的妆都一样，都是眉毛都一直这样。不会，我会画不同的妆。他认真回答你，他不知道你在暗中放冷箭攻击他。我报完学校之后回去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非常的生气。她个人的偏见，她觉得可能没有教师这个职业来的这么的受人尊敬。然后就非常，这是我从小到大跟我妈妈吵的最厉害的一次。我妈妈最后就嘶吼到，她说我心脏不好，你如果一定要这么气我，你就搬出去跟我断绝关系，随便你去干嘛，我不管你。这么激烈，然后你怎么回她？然后因为我妈妈都说她自己心脏不好了，我就不敢顶她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出门这样甩门，然后自己回房间哭。所以你有让步，你就不去。我后来就去退钱了。然后你就去当老师了。对，我就去学校当老师。天哪，好难想象你当老师哦。我也难以想象，我现在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被你教过的学生
现在有恢复联络你吗？就是因为我是成为艺人之后，我是副课老师，而且我教小学嘛，小学教1年级教音乐课和美术课2门课，受得了小孩？就受不了，我就是没有耐心。然后我当时就跟自己说，会不会自己生了孩子会耐心好一点？因为我每天面对一个班级里30几个小孩，然后他们一吵。而且对于那么小的小孩，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道理，你必须要大声吼，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之后，告诉他们安静和闭嘴。所以你大声吼安静可以到什么程度？很大声，很吼什大声么字啊？安静那种。对，我说不要说话了，就这样子。你要跟他比赛音量吗？哦，因为我也有3个女儿啊。你不可能吼你女儿说给我安静吧？他们有时候会在我房间跟我聊天，然后我们就会打成一片，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可是久了，我就会想说，好想要去看剧，或者好想要去看书，然后就是我已经没有想要跟他们打成一片的那个心情了。然后他们还在旁边一直讲话，然后还要翻跟斗，然后就会不小心踹到我的头。然后我就会说好了，差不多了，妈妈想要休息了。然后他们就不理我，然后就说 OK 可以了，我要睡了，妈妈很累。然后他们还继续聊，然后我就会说 Get out。然后他们会被吓到。他们就会看我，然后说有需要叫这么大声吗？然后我就说 I'm sorry。你的 get out 还蛮厉害的耶。我很喜欢跟我女儿说。房间外面听得到吗？就婆婆会立刻夺门而出，说我走就逃。婆婆可能听不懂，可是老公有时候听到会竟然会说干嘛对小孩那么凶啊？哇，你敢吼你老公 get out 吗？你好孬哦！所以你没有吼过你先生？有吼过，你会说闭嘴吗？就是他一直为了一件事情一直纠结，然后就要拿这件事情来责怪我。然后我当时在煮面，然后我已经被他骂到是一边哭一边在那个煮面，然后他还都没有感受到我那种委屈，然后还在那边说你就是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就是把那个面摔，然后说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程度？然后就冲回房间，然后把那个厕所的门锁起来。然后后来最后是我婆婆来敲门说西弟，婆婆要借厕所是不是？对，婆婆出面你就没得耍了。没有，我当时还在厕所里面跟我婆婆说，妈妈，我想要冷静一下，就是还是有在坚持一下。对，先生下不了台，只好请他的妈妈出来帮忙。没有，是我婆婆很饿啊，想要吃饭。面呢？等很久。因为他们就是会走过来想说，哎，照理说不是这个时候已经都摆好了吗？面啊、汤啊什么，怎么煮菜的人不见了？哎，他的 get out 的音量如何？在课堂上足以镇住小孩吗？差不多，因为那个屋子也没有很大嘛。所以你的简短的台词是什么？其实你不可以对小孩说闭嘴这个话，安静。对，我就说安静，或者我会说是谁还在说话，然后我会很凶，因为那段时间我当了老师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变成一个泼妇？就是我会想说，我想象中的幼师应该是。就是那种很天真的口气，说啊，小朋友们看这边，今天怎么，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上课的时候一直都是恶狠狠的在盯学生，然后叫他们不要讲话。所以你每上完一堂课，走出教室的那一瞬间，你都会觉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喘一口气，然后我就进办公室。我当时觉得我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就开始要泡枸杞、泡大海，拿那种保温杯，我觉得自己很惨。然后我喝完之后就要进教室准备下一节课。进教室之前需不需要这样？我就每次从自己的办公室位上起来的时候讲，这么痛苦？对，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的每个老师都这样吗？没有，他们习惯了啊。但是我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煎熬了。我没有办法日复一日的重复，然后面对小孩。第一天上班就知道这工作你不行。我就不喜欢。所以你撑了多久？1年多一点点。那1年多你就是一直在认识，可是有寒暑假不是吗？对，所有人都会跟我说，他说你当老师多开心啊，还有寒假和暑假多开心啊。然后就说你时间也固定，怎么样，甚至那个时候有学校里面的其他老师要给我介绍对象，他们说人家就是看中你做老师好，寒暑假还可以带孩子。我心想说，我还没有见过你是谁，你让我帮你带孩子，疯了吧？那1年多教完的
结束点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我要走了？当了老师第1年的暑假，然后我就去漂头发，就漂那种很浅的头发，因为我很想叛逆，因为在学校里面就束缚我不行的。我头发当时这么长，我漂了，然后染了一个带粉色那种像渐变的那种，然后整个暑假过得非常的叛逆，然后快开学之前很痛苦，我就要去把头发染回来，然后染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做一份这样子的工作，这么委屈我自己，不能真正释放我的天性，我就太痛苦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找机会，想说要辞职，但是我又不能裸辞。而且我们家里人的观念都会比较传统，会觉得说你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不然不会允许我辞。然后我说服外公外婆，我说你们看啊，我天天在学校里面，然后老师也都是女生，然后剩下就接触不到男生，这样子我永远嫁不掉。这长辈应该很介意。对，外公外婆觉得有道理，你能接触到的最多就是孩子的家长了，但是其实我也接触不到。那你爸妈呢？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回来，我不跟我妈妈聊其他的，我就跟妈妈偶尔的抱怨一下学校里面当老师不开心的点，因为这个东西我妈会有共鸣，因为妈妈自己也是老师，然后每次讲两句就说，算了不说了，你反正也知道的。我说我进房间了。然后长此以往，我妈妈就知道我做这份工作真的很痛苦，很不开心。哇，你有策略，你在铺排这件事。因为我很怕，就像再上一次一样，我跟妈妈说，哎，我找了新的工作，老师我不干了，我妈肯定会受不了。太突然了。所以我要循序慢慢累积。对，然后慢慢的告诉妈妈说，我说我最近我有个朋友，他有个什么公司，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妈妈，你看我要不要先就是学校里请假一段时间，先去工作一下，怎么样？我妈妈后来就慢慢同意了。所以你后来换到的第2个工作就是你喜欢的吗？没有，我之后换了第1份工作是在一个汽车租赁公司做一个培训讲师，就是内部给员工培训。可是这也不像是你会喜欢的工作不喜欢。下一个工作是什么？互联网猎头。猎头？猎头公司就是每天要打电话。打电话这个工作，你是不是很邋遢的上班？没有，我每天打扮得很好看，但是就别人看不到。对，但我自己很开心。但是那个时候的老板有问题，他会评头论足，他就会说，我觉得你腿太粗了，你要减肥。我想关你屁事啊！当然我不会讲。男的吗？所以你最后是因为这个老板，对，他后来，因为他是一个极喜欢掌控别人的人，他在我们的办公室很小的一间办公室安摄像头，他人不在，他会一直看摄像头，我们做点什么事情，他立刻打电话过来那种。天哪，就你没在打电话，他就要盯你。对，然后他还试图给你们洗脑，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所有做的安排，所有什么都是对的，你都要听他的，很可怕。可是我又不是那种很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人，然后他那种想要控制那种感觉，我就不被他控制。他有一天就把我叫到有个会议室，他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职位，怎么的。我说你就是要把我炒掉，那我去理东西了。哇，所以就当天就立刻走了，就立刻拿东西，然后我就感受了那种抱那个抱纸箱子走出办公室，然后办公室的人要这样目视对，我体验过了。听说你的外公有为了你的表情包的事情去跟人家吵架吗？就之前在101的时候，然后我外公因为看到网上有人骂我，就很生气，因为他那时候都不太会输入法，他就硬学，然后就怼，就为了要跟人家吵架，就怼人家，然后他吵得有道理，还是说就是乱？他会讲道理的那种。他有自我介绍是你外公？不会，但是后来就别人就知道那个是我外公。所以外公现在还持续在做这件事吗？我外公现在不太留言，但是他会，你知道各个网站有一些签到。是他的粉丝上去签到打卡，他会每天都做这个事情。他有一件事跟你不一样，就是他超多表情包，可是他说他不用自己的表情。对，我不用。我很爱用我也很爱用你的表情包，很好用，很生动吧？觉得。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觉得不是我的表情才更能传达那个喜感，那个欢乐的情绪。他的外公就因为有一个表情包，好像是说你给我滚出去，他就外公就误以为那个表情包是叫你对，是叫我滚出去，其实是我那个姿势，就是别人批示说可以发给别人，叫对方滚出去。所以外公现在 get 到了吗？稍微 get 到，我后来就跟他说这些东西你就看看就算了，你也别试图理解。像好多网络用语啊，很多很新兴的东西，就是
你反正也感受不到，你就随便看看就算了。薛凯琪今天愿意在这边澄清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觉得那个事情那么要紧，所以确认一下，就是确认什么？你想要澄清那个颁奖典礼的事吗？对，我刚才想讲那个事情。你也想要？我问过他，你想要知道吗？没有，我那天我就问他了，我就直接发消息问他了。我说阿飞你好刚哦，你怎么这么厉害？我们先播一下好不好？不要再重播了。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哎，余文乐啊，我想要问你啊，你觉得一个最好的女配角，她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又要再讲，真的这个头发好丑啊！原来真的不要脸就好了。四大名捕张。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的，我如果得奖，我真的会不懂要笑还是要哭。所以王菊你也看到这个片段了？我看到，然后我就立刻震惊，我想说，原来早几年阿飞这么刚啊，然后我就发消息给他。可是你看他讲那句话表情，就知道他不是在讲不好的话呀，他就是笑嘻嘻的在讲。就是重点是余文乐的表情也很尴尬，对，好像余文乐也觉得说他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这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上了热搜，因为这个你看我发型就知道是很多年前的品味的东西。你现在很后悔，弄这个发型，这是大概7、8年前了，这么久，然后最近又上热搜，对，突然又冒出来，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梗是夸他。就算因为四大名捕他是用黑布盖住他的脸，整个戏只用眼神，但我有不好，这个梗我忘了，意思是说，比如说意思是说，就算他没有脸，不露脸，不只用眼也好，神，没有脸也好，也是可以很好，可以得奖，对，就是夸他的眼神。对。那时候我普通话不好，我就非得要说不要脸，就是不要一张脸啊，原来也可以不要脸。他普通话真的不是很好。那你有跟得奖的人聊过这件事吗？我之后，因为我跟他私底下不认识，我当然知道他是谁，我有想要跟他道歉，然后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是跟我说不要越描越黑了，已经说人家不要脸了，然后那时候我很新，就是也没有入行很多年，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去找。这事情就搁下来了这么久，对，从来没有提过了。对他可能就一直误会到现在。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在这儿也跟他说一声对不起。那我普通话不好，然后去颁奖，用普通话颁奖也是我不够好啊！你干嘛不好好的背好你的台本，让就是可能人家写不露脸，你非得要讲不要脸，所以就如果那时候让你不开心，对不起，对，因为不可能有人去颁奖还骂人家不要脸啦，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你是就是用错话吧。但你真的很好，你打给我这么好哎，妈，吓死我！在节目他们也有给我一个绰号，就是西瓜鸡嘛，小豆子也是这么叫我。你跟他们说，你可以。就因为他发音不标准嘛，西瓜汁他老是叫西瓜鸡。哦，这就是有点广东腔的普通话。对。雨花茶。好，我看一下第4条，敢想敢做硬刚就被骂情商低。王菊常常被这样认为吗？对。这是你的舞台上的人设，还是这是你本来？我反正自己不会给自己搞人设。做了艺人之后，有编剧会跟我说你这一期的人设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不想听，我就不想听。我说你们不要控制我做什么，你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会做不好。你们也不要跟我说需要我这一集有什么金句输出，没有的。我不是那种压力很大。对，我不是那种就啪啪啪就能讲的。我说我有想法我就会讲，但是你们不能限制我说这一段希望我讲什么，我说这样我做不到。所以我很讨厌别人给我加这种人设的东西。你在生活当中，真正生活里相处的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刚的人吗？我觉得反而不会吧，因为生活中可能看到的更多是很小朋友或者比较脆弱啊，比较疯癫、感性等等，就反正不是节目上看的那种比较好像气势很强，不是。所以姐妹当中有什么做了不够义气的事情，
会？哦，我会讲，就算友情破裂也没关系。不会吧？我觉得真的能够跟我做好朋友的，都不是那种轻易会破裂的感情。你成名之后，会有很多本来不熟的人跑来攀亲带故或者是借钱吗？有，而且我很明显一点可以判断出，或者一下子就会让我觉得心凉了。你其实不是我真正的朋友，是因为我以前无论工作还是干嘛，除了我从